兄弟们，我们都多多少少知道，在之前的年代，甚至包括现在，都有着关于人吃人的事件发生。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进步，这种现象已经基本消失了。即使在极少数现存的原始部落，也都很少在没有食物的前提下选择吃人了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，人类不再把自己的同类当做食物了呢？你看哦，首先，人类不吃人肉的主要原因，并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因为这很可能会要了自身的性命。那么之所以不是因为恐惧，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1972年的一场空难中，一架载着一支橄榄球队的班机在飞行途中遭遇了乱流，最后飞机偏离航线撞在了一座山脉上，机身断为2截，多人当场死亡。而剩余的幸存者因为没有食物，在坚挺了很长时间后，终于共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那就是吃掉逝去队友的尸体，从而获取能量走出这片山脉。这个真实的故事甚至在后来被拍成了一部电影，而它恰恰说明，当人类在绝境下是可以克服恐惧，吃掉自己的同类的。而另一种吃掉同类的说法，那就是本身观念的不同。1950年代，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的一个种族，那里的族人就有着吃人的传统。他们认为吃掉同类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反而倘若将同类吃掉，就可以获得那个人身上的力量，从而让自己更加强大，以更好的状态去保护自己的族人不受威胁。所以对于这个种族来说，吃人这件事就从未停止过。但这样违反伦理的事情，并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给自己带来了力量，反而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。在1950年代后期，库鲁症开始在族人间横行，这是一种不可治愈的传染性疾病，症状包括四肢颤抖、关节痛、讲话含糊不清、不自觉发笑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情况将会越来越严重，最后会导致肌肉再也无法协调，吞咽困难，不到1年内就会完全失去身体的自主性。而库鲁症症状初期，患者会感到虚弱、站不稳，回到家时能稍微进食，但颤抖症状严重。当病情延续到下一个阶段，患者就只能躺在床上，无法进食，最后死亡。而这个种族也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库鲁症呢？后来经过研究，这一切都来源于一种蛋白质，名为软病毒。它是由生物体内自发的，由蛋白质构成的影响生物精神的物质，根本没办法防范，因为它本质上和其他细胞差不多，都是蛋白质。而且目前来看，软病毒只限于同类传播，也就是说，一种软病毒只能感染一种生物，传播方式就是吃了带有软病毒的肉，感染之后的反应有点类似僵尸那样，重心不稳且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四肢，说话不清楚，并且表现出极高的攻击性等等。而且软病毒具有高温耐受性，130度的高温都不能将其完全失活，因此恐惧不是不吃同类的主要原因，而病毒才是。不过说到底，这一切都还是爱吃惹的祸呀。那么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前途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